大家好，我是可乐。前两天 DeepSeek V4正式开源，我也来蹭个热度，临时更新一期视频，讲一下我从 V4中获得的一些启示吧。当你不懂 DeepSeek 时，如井中蛙见天上明月；当你了解 DeepSeek 时，如浮游之见青天。这期视频可能会得罪很多程序员啊，因为我想带大家彻底对编程祛魅。为了让大家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从 DeepSeek 中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，我准备了5道硬菜，分别从顶级大厂的 AI 架构、个人的量化实战、服务器底层防御，一直到每天都在用的 Web Coding 实操心法，从中呢挖出那些能让我们受用无穷的认知启示。本期内容极其硬核，建议先赞后看。OK，首先说编程。编程这玩意儿，扒掉那层神秘的外衣，其实只是做2件事情而已：判断和循环。而很多程序员会忽略简单的判断，而沉迷于复杂的循环，因为这样显得自己技术牛逼嘛，能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鄙视链嘛，动不动就跟别人讨论算法、讨论优化。其实现在有了 AI 工具，有了 Web Coding，我认为编程已经降级成一门与小学生看图写画差不多难度的学科了，因为它就是一门语言而已。而语言中最难的语法、格式、遣词造句部分，AI 已经帮我们做完了。所有你听过的、见过的、刷到过的高大上的算法、设计模式、底层架构，说白了，全都是因为过去人类脑容量的不够，算力有限，而被迫搞出来的草台班子。当然啊，我不否认真正厉害的程序员的牛逼之处啊，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。但我们辛辛苦苦的编程啊，写这些量化交易系统赚点小钱，他直接可以挖矿，直接用算法挖矿，那没得比。但我真实遇到的大部分的程序员，我感觉远远比不上 AI 编程。先不看普通人写的代码，就直接看这2天全球科技圈最大的核弹 DeepSeek V4 的开源，看看世界上最顶级的科技公司是怎么做的。DeepSeek V4 版本 1.6 万亿的参数，支持100万 token 的超长上下文，大家都在吹它牛逼，价格便宜。那它到底牛逼在哪里？便宜为什么这么便宜？它的底层设计哲学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 DeepSeek 出来之前大语言模型是怎么做的。面对100万 token 这样的上下文，他们会用传统的注意力机制，就是 for attention， 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嵌套循环，就是当前生成的每一个 token 都要和前面那100万个历史 token 进行高精度完整的矩阵相乘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显存被撑爆，算力会枯竭。而为了跑完这个超级循环，只能花几百亿的美金去买英伟达的芯片和显卡，用大力出奇迹的方式去硬扛，这就叫做用算力上的钱分掩盖架构的缺失。那 DeepSeek 怎么做的？他拿出了革命性的混合注意力架构，就是 CSA 加 HCA 的这么一个结构。它其实在底层做了一个极度锋利的判断取舍。既然在超长的上下文中，大多数历史信息是不需要原始高精度回溯的，那为什么还要强行便利呢？于是他通过前置的判断机制，对 KV Cache 做了极端的稀疏选择和重度的压缩，只有极其关键的信息才配进入密集计算的循环。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，同样100万 token 上下文 V4 Pro 把极其吃资源的这个键值缓存，就我之前说的 KV Cache 直接砍到上一代 V3.2 的 10%， 注意是直接砍到上一代的 10%， 不是缩减了 10%。而单 token 的推理计算量更是降到了原来的 27%。 这还没有完啊，再看它的 MOE 架构，就 V4 Pro 有 1.6 万亿的总参数，但它每次计算只激活460亿参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 MOE 路由就像一个极其冷酷的一个 if 判断，每一个 token 进来瞬间做裁决，只路由给对应的几个专家参与计算，剩下的1万多亿参数直接在这次前向传播里面休息，根本不进入循环里面。别人用几百亿美元硬算100万次的循环， DeepSeek 用判断去切断循环，
把大模型的推理价格直接就打成了白菜价。像那个 V4 Flash 的这个缓存未命中的输入，只需要$0.14100万 token，$0.14100万，这么恐怖的一个效率提升，别人怎么跟他打？而他这样的思路，其实放在交易市场里面也是非常有效的，就类似于当消息面疯狂左右市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 if 判断，退场观望，不去写循环。我管你川普是说了利好的消息，还是说了利空的消息，我管你守不守承诺，这些看都不用去看，这样可以彻底避开底层的这种烂泥潭。胜者先胜而后求战，最好的防守是根本不去打没有把握的仗。以上呢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判断大于循环的第一个案例吧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从算力维度来讲一下，还是以之前我那个遗传算法的策略为例，就遗传算法生成了一万个策略种子，需要回测10年的行情。循环派的做法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写一个巨大的 for 循环，把1万个种子套进去，一步一步便利这些年的 K 线。为了快一点呢，就开始修操作了，向量化、多线程，甚至把核心模块用 C++ 重写，折腾一个3天3夜，时间复杂度优化了 20%， 但本质上依然在老老实实的陪着那9000个垃圾种子跑完他们注定爆仓的一生。判断派的做法呢，会截然不同，更接近第一性原理吧。既然我们的目标是找到能活下来且赚钱的种子，那就直接抽出历史上最惨烈的行情，把1万个种子丢进去，压力测试，一行代码搞定，就是只要回撤大于 80%， 立即中断循环，直接淘汰出局。1秒钟以后，9000个劣质基因全部被切断，剩下的算力全都留给精英种子。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底层优化，就是一个判断，性能就提升了100倍。就还是像巴菲特说的那句话一样， You need the right orientation， 你需要正确的方向。第三个场景，服务器安全的这个层面，因为循环派对于服务器安全是怎么做的，就是疯狂查资料，学防火墙、防 DDoS， 恨不得把自己逼成一个安全专家。在 AI 时代，他们都能让大模型写几十页的脚本，试图堵住所有可能漏风的那种缝隙，结果呢，所有的精力被抛空，然后 token 烧完了，最后系统可能依然会因为一个没有人知道的那种 bug 瞬间崩溃，这就是陷入防御可能性的无限循环。那如果是判断派应该怎么做？上期我们讲过一个最悲观原则，先做一个极简的底线判断，服务器一定被攻破， API key 一定会泄露，数据库一定会被删。那既然必死，思维就会从漫无目的的循环防御变成极其精准的反向狙击。因为我们既然知道 key 一定会泄露，那直接就问 AI， 最常见的 API 泄露原因是什么？最简单的解决方式是什么？ AI 就会告诉你不要硬编码这些 key， 要用环境变量或者限制 IP 的白名单。有了这些方案之后，几行代码几十个 token 就搞定了，直接解决了 90% 的低级安全威胁，剩下的 10% 防不住的高级黑客入侵怎么办？还要去查资料补足这一环吗？根本就不需要，剩下 10% 我们直接兜底，就是被黑了之后能不能1分钟之内满血复活，被黑了之后黑客拿着我们的API key， 他能不能去让我们的账户归零？肯定不能，因为我既然默认你 API key 会泄露，那我在我的平台里面就不开合约，不开合约的权限，或者说我再兜底一个 IP 就是我只有我自己的 IP 可以去连这个 API。 有了这种思路之后，你就能用2次精准的提问来拿到90分的基础安全分，然后用一个极简的架构兜底最后那 10%。 这就是兵法里面孙子兵法里面讲的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我们不是要让自己无敌，而是要让失败变得无所谓。这一点其实放在交易市场就更加适用了。
以上这些呢，就是我从 DeepSeek 的巧妙架构中间学到的启发。当然了啊，光讲这些不符合我的风格。接下来来点硬菜。Web coding 这个词是很火爆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呢，很多人用了 Cursor 啊，用了 Cloud Code 后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一坨。为什么 AI 始终像个智障一样？其实自然语言编程并不代表是瞎鸡巴乱聊，依然还是有一些对提示词的处理的。一个最大的误区，也是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犯的错误，就是在对话框里面会写好几百甚至上千字的小作文，把需求、背景、乱七八糟的逻辑全都塞进去，试图面面俱到。这个其实对 Web coding 来说全是噪声。今天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公式，也是我们团队平时写 prompt 的一个方法论吧，就始终围绕三个词：目标、现状还有动作。第一步，目标是对自我需求的一个终极的认知，也算是一个前置判断。这也是我们这期视频的核心，就是判断这两个字。很多人以为目标是写给 AI 看的，错，目标是写给你自己的铁律，它是你在打开对话框之前，脑子里面必须完成的前置判断。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那你的目标就绝不是帮我写个系统，而是应该明确这个系统的刚需是什么啊。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但不知道怎么动手去写，那当前的目标就是先敲定基础架构，架构搭好之后，再去判断每一个分支模块的那种小的目标。你在敲键盘之前，要极度清晰的划定界限。我这一次打开对话框，究竟要完成什么呢？更重要的是，绝对不去做什么呢？决定什么是核心，什么是坚决不做的噪声。这就是在 Web coding 里面能做到的最顶尖的一个收束的判断，就不把这个事情自己想清楚。第二步，现状。有了大脑里的目标之后，接下来就要对齐现状。什么是现状？就是你和 AI 必须同时明确我们的系统现在到底处在什么坐标，卡在了哪一步。很多人在这里的处理是一团浆糊的，要么啰里吧嗦的重复废话，要么扔个需求让 AI 自己去猜。就真正想要做好 Web coding，就是一定要做现状判断。那第一种情况是，如果这个现状已经存在于AI 工具里面，像 Cursor 里面的上下文，比如刚刚修改的关联文件、终端的报错日志等等，这个时候就要学会闭嘴，一句废话都不要说了，略过这些铺垫，把宝贵的注意力全留给指令。那第二种情况呢，会更多一点，就是这个现状不在上下文里面，或者是一个宏观的业务卡点，那你就必须非常精准的把这一点给 AI 点透。比如告诉 AI 现状是前端 UI 已经跑通了，但健全 API 一直报403错误。只有当你精准界定了我现在在哪，那个核心的痛点才会自动的浮现。我们和我们的 AI 才知道现在的基本盘是什么。有了这个清晰的坐标呢，你接下来的动作才能做到有的放矢。是该去解决那个报错的 API， 还是基于现在良好的状态去开发下一个模块？目标定了，现状清楚了，最后就是具体的动作。在这里呢，我必须教大家一个超级惊艳的提示词技巧，基本上放之四海皆准，所有的项目都可以用。这也是我在往期视频中反复强调过的，一定尽量要使用主动语态的祈使句去跟 AI 说话。错误的做法是什么？就是看起来这里好像报了个错，你能不能帮我检查一下是不是登录逻辑出了问题啊？这个就非常啰嗦、被动，而且还要让 AI 去猜。作为判断的高手，怎么下指令？直接就用祈使句，请定位哪个文件，修复登录逻辑，只输出修改后的代码。OK， 要用祈使句去强行切断它的发散性思维。你是一个下达最终判断的指挥官，不是一个在跟大模型商量的客服。那么视频的最后呢，我还想聊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。在这个 AI 编程 Web coding 彻底爆发的时代，受到最大打击的往往不是小白，而是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传统程序员。
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，现在圈子里最反感 AI 写代码的，往往是以前那些非常非常牛逼的资深码农。为什么呢？就三个字：知见障。我们来看看这里两种人在 AI 面前的真实反差。先看非程序员，就一个纯小白或者懂业务的非技术人员，用 Web Coding，他能瞬间把编程能力拉到80甚至90分。更恐怖的是，他们身上没有任何历史包袱，没有代码洁癖，有自己极强的横向专业壁垒。比如一个做交互设计的，他天然就带有渐进式纰漏的顶级产品思维；一个做金融的，天然带着对风险的敏锐嗅觉。当他们用 AI 把这些思维变成代码时，这个就叫做跨界的降维打击。那再看那些被困住的大牛，他们去用 AI 呢，不仅得不到跨越式的提升，甚至可能从原来的90分掉到60分，或者撑死卷到87分这样的分数。他们看着 AI 生成的代码，第一反应就是：哎呀，这里时间复杂度不够优雅，变量命名不符合规范，微服务架构好像也不够解耦。于是，在 prompt 里面就疯狂和 AI 吵架，试图教大模型怎么写出标准的好代码。这不仅消耗了巨大的 token， 更烧光了精力和灵感。最致命的是，离开了代码编辑器，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产品，不知道怎么做流量。所以这期视频最后的终极建议是给所有技术人员的，我希望还有技术人员能看到这里，而没有提前退出。就是有了 AI 工具以后，绝对不要再去卷怎么把自己的编程思维强加给 AI 上，不要去跟大模型纠结怎么把一个循环写得很漂亮，抽离出你的判断力，去搞跨学科的横向发展。因为程序员身上最值钱的，早就不是敲键盘的那个手速，而是你多年训练出来的系统架构能力和编程的逻辑思维。把这套思维降维应用到你以前想做但做不了的事情上去，去构建自己自动化的自媒体矩阵，工作流发视频，对不对？把底层的脏活累活就丢给 AI 的循环，让你自己的大脑去做那个决定生死的 if 判断。我是可乐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